在钟永博看来，陈志明留下对自己固然是有一定帮助的，若是自己成功得手，也需要他帮助掩护撤退，并且需要他来帮忙寻找安全的落脚之处。所以钟永博并不希望陈志明离开。可是眼下钟永博也不敢节外生枝，他看得清形势，并且分得清孰轻孰重。首先是自己肯定不能走，因为只有自己才有能力从 FBI 手里把那个周彼得抢走。其次，他也不敢让陈志明留下挑战 FBI 的要求，因为若是真的引起 FBI 的关注， FBI 来强制要求他们换病房，那就骑虎难下了，直接动手胜算不大。可若是真换了楼层，恐怕就没有动手的机会了。所以权衡再三，钟永博还是决定让陈志明先走，以免引起 FBI 的关注。陈志明听到钟永博这番话，心里十分不爽，甚至10000个不乐意。但是他也明白，这种情况下自己肯定不能纠缠不休，毕竟 FBI 离这里就隔着几间病房，真把他们招惹过来，这次的任务怕是就完不成了，到时候英主必然降罪下来。于是他只能无奈地点了点头，对钟永博说道：老张，那就辛苦你在这里照顾，我先回去了，有事给我电话。钟永博故作恭敬地说道：好的，陈先生，您慢走。陈志明心中悻悻，白了叶晨一眼，随即冷哼一声，甩手走人。叶晨见他出门，便也装作松了口气的样子，对钟永博说道：谢谢两位的配合，大家都是为了工作，还请理解。钟永博并未怀疑叶晨，于是便也点了点头，开口道：大家都是为了工作，可以理解，我们这边遵照 FBI 的要求，医生你这边也尽量不要让 FBI 来打扰我们了。好，叶晨点点头，随即便小声说道：那我就不打扰了。说着，叶晨便带着皮特医生转身走了出去。钟永博看了一眼跟在后面的皮特医生，心里稍稍感觉这个医生好像有些呆愣，不过因为他并不精通心理暗示的法术，所以便也没过多在意。叶晨出来之后，刚好看到陈志明一个人气冲冲地走到了电梯口，于是他立刻快走几步跟了上去。电梯门打开，陈志明刚迈步走进电梯，叶晨便直接跟了进去。眼看叶晨跟着进了电梯，陈志明心里就气不打一处来，他扯了扯衣领，一脸冷峻地质问：你跟进来做什么？凭你也有资格跟我坐同一部电梯？出去！叶晨嘿嘿一笑，连忙说道：陈先生您可千万别生气啊，让您二位走一位，这是 FBI 的要求，那帮 FBI 一天到晚正事不见干多少，狗屁倒灶的烂事倒是一大堆。您想想看，您这样的大人物在我们医院那是贵客中的贵客，要不是 FBI 在那里唧唧歪歪，给我个胆子，我也不敢得罪您啊，您说是不是？叶晨的两句恭维让陈志明愤怒的心情稍稍缓和了一些，他心里想，眼前这医生肯定也是奉命行事，换做谁都不可能对 FBI 的要求置之不理，而这医生的态度也算卑微，说话也好听，自己心里的火气也算是消掉一些。于是他面无表情地说道：你说的对，这帮 FBI 有一个算一个，全是他妈的废物，自己那点业务摆弄不平白，还他妈管起其他病人家属来了，真他妈混蛋。叶晨点点头，陪笑道：您说的对。说着他连忙压低声音继续道：陈先生您也别太着急，我啊等晚上再观察观察那些 FBI 的动静，要是他们晚上松懈了，不那么严格了，您要是想过来看望，我再给您想办法。陈志明一听这话，顿时眼前一亮，下意识地问道：这个方法可行吗？叶晨殷勤道：我觉得问题不大，不过还是要等晚上再观察观察，他们这帮人紧一阵松一阵，领导来了就严一些，领导走了就松一些。陈志明以为这医生是想巴结自己，于是便立刻开口道：你要是能帮我搞定这件事情，回头我一定在你们董事长面前替你美言几句。叶晨一脸激动地说道：哎呀，陈先生，那可太感谢您了。说着，眼看电梯到了地下车库，叶晨便道：陈先生，
我送您上车，咱们路上细聊。陈志民点点头，这次他出门也没带司机，是自己开车去机场接了钟永博，所以两人说话倒也方便得多。陈志民一边朝着自己的劳斯莱斯走，一边问叶晨，你觉得他们几点钟相对会松懈一些？叶晨忙道，估摸着再过2-3个小时也就差不多了。说着，叶晨又道，我建议您啊，别。叶晨话没说完，陈志民见有人迎面走来，立刻打断道，可，病人交给你们，我是肯定放心的，不过我的要求是一定要派最好的医生，用最好的药物，千万不能让患者留下任何后遗症。叶晨顺着他的话连忙点头，那是，这一点您尽管放心，我们做事那是相当周全的。陈志民满意地嗯了一声，此时也走到了劳斯莱斯的跟前，于是他便对叶晨说道，上车说。好。叶晨连连点头，见劳斯莱斯已经自动解锁，于是便先主动替陈志民拉开车门，请他坐进去之后，自己才绕到副驾驶，拉开车门也坐了进去。进去之后，叶晨立刻用灵气排查了一遍这辆劳斯莱斯。这辆劳斯莱斯与大多数劳斯莱斯都不一样，整车的玻璃、门板以及底盘都极其厚重，防弹、防爆也能防窃听，而且车内并没有其他电子窃听装置，安全性很强。这一刻，叶晨也放下心来，旁边的陈志民更是仿佛到了家一样的轻松，一边拿起一瓶斐济水喝了一口，一边对叶晨说道，2个小时之内，如果你能让我回到病房，我重重有赏。叶晨微微一笑，一边摘掉自己的口罩，一边看着陈志民，饶有兴致地问道，不知道陈先生说的重重有赏究竟是什么赏？陈志民哼笑一声，随手伸出一根手指，倨傲地说道，你如果能在2个小时内解决，我给你100万美金，如果能在1个小时内解决，我给你200万美金。说完，他忽然看着叶晨，一下子皱起眉头，下意识地说道，哎，我怎么看你有点眼熟，咱俩见过面吗？